记得迪迦中最恐怖的一集吗？从童年阴影变成成年阴影了。而如今的版本又删减了哪些地方呢？伴随着陨石撞地球的超燃开场，镜头一转，又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一位少女望着美好父女情的二人，心情复杂。而接下来的画面就突然诡异了起来。小阴影系列。随着大雾逼近，黄衣少女也逐渐被淹没其中。而负责联系宇宙观测中心的古井组合还是没有成功。星辰跟损友让大古注意一下绝景的心情啊，因为最近刚被女朋友甩了。要你管，操心点自己吧。不用担心，因为我有一张帅哥的脸。我绝景也有一颗聪明的脑袋。我跟你说，等着瞧吧，我一定会发明出一种迷人的药，拿诺贝尔奖金的。迷人的药，真是个傻瓜！哎呀，老倒霉蛋了！队伍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息。说罢，大果发动炎灵之力，当当，2号机成功失控，每日一坠达成。1号小燕子在基地笑嘻了：“二弟呀，你也有今天！”于是二人便骑着斯特加摩托，化身假面骑士古加奥特曼，飞驰于林间。有趣的是，这个摩托斯特加的英文倒过来写就是 GUTS 胜利队。哎呀，又是小巧思啊！结果古井二人组就开始迷路了，并且注意到了开头宁静的小村庄。结果在一番探查之后，空无一人，简直换是现实世界的寂静岭啊！伴随着一阵雾气，突然一位黄衣女子跌了出来，定睛一看就是开局那位少女。而另一边过来救援的宗方觉得大果他们可能已经记了。好家伙，队长说乔德马代，你先别急啊！画面一转，笑飞了。绝景再次被暴击加1，本来女孩还在说大雾的事情，结果看到绝景胸前胜利队的图标，不知道为啥突然就开始应激了，直接开始哈气模式。好家伙，俩人直接就开始斗嘴了。怎么不关我的事啊？要想知道的话，你自己不会去查呀？这是你们胜利队的工作，不是吗？不用你说，我也会去的。你这个人真让人讨厌。感情线初见端倪，大古贤惠的默默在一旁叠被子。绝景刚起身，原来大伙儿回来了，只不过前方未删减版名场面。讲道理，小时候是真有被吓到，这给我干哪儿来了？简直就是生化危机村庄。值得一提的是，我刚刚放的是原版，事实上现在经过删改之后呢，没有老婆婆脖子上这个被寄生的蠕动镜头了，确实是有点掉散。村民举着刀具缓缓扑过来的近景特写镜头也没有了，只保留了老婆婆招手以及大部队冲过来的那部分。不过这个相比于之前提到的一些影响剧情衔接的镜头，这个删改相对来讲算是能接受吧，毕竟确实是纯恐怖片氛围，年龄太小，说不定真的能留下点心理阴影。当然，个人肯定还是喜欢看原版。而热情好客的村民直接给几个人干了落荒而逃，大果还在边跑边蒙圈中。他们到底怎么了？我怎么知道？白痴！什么叫白痴啊？然后一堆恶心心的会飞的小馒头就追了上来。讲道理，估计贝爷应该挺喜欢的，一顿一个嘎嘣脆，蛋白质是牛肉的10倍，但是数量实在太多打不过来，于是36计润为上，3人小队冷静分析，估计就是这个小馒头附体的村民，并且控制人们的行动，源头大概率就是之前开局的陨石。于是2位山顶洞人决定天亮下山，但是黄衣女子执意要去宇宙观测中心，一个是比较的悲观，觉得反正下不下也要记，2是似乎与那里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重要关系。于是大伙儿兵分两路，毕竟联系观测中心也是一开始的任务。绝景陪小姑娘去观测中心，大果回基地搬救兵，结果还没走呢，大雾又追上来了。大雾有话说了：绝景我只能帮你到这儿。某种程度来讲，这玩意还真是神助攻。于是二人再次化身卡梅莱达1号和2号，骑着斯特加纵情山河万里，肆意9州5岳。尤其是大果这边一个超帅飞跃结果由于飞起来触发 buff， 不幸坠机，一击坠2次，进入了水中安全区，开始熬汤。另一边绝景二人找到了陨石本体。简直像极了旺仔大馒头一群小馒头疯狂吸取人们的能量。此时姑娘点出这玩意可能怕水，这也是她跳河得救的原因。话音未落，吓我一跳，于是2人又开始了逃亡之路，并且绝景让他不要放弃，大果会回来救他们吗？显然在那边还在上演大果的奇幻漂流。幸运的是2人终于赶到了观测中心，但不出所料早就被怪兽清空了。但女孩却表现出了一种熟悉感，并且谈到了自己的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对家人缺少关心，但作为女儿又很放不下他，于是便来到了这个他父亲曾经的工作地，哪怕是死在这儿，但或许能去同一个天堂。此时绝景意识到了问题，原来女生叫江崎千鹤，没错，就是再见了地球中随着吉普塔3
3号一同变为怪兽利加德龙，最后化为星光的宇航员之一。江崎博士无疑是伟大的，但显然开发局封锁了消息。对于这个不知情的女儿，显然是痛苦的。而在绝景还在努力之时，千鹤讲述了一个迷雾中全员杀青的恐怖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就是07年上映的电影版迷雾的前身呐，也就是同名小说迷雾。这部电影还是铁牛的，尤其是结局简直比死还要绝望。回到故事，绝景很讨厌这种绝望的小说，并为小说的人们感到可惜。此时面对如此困境，他再一次展现出了爆棚的安全感，并且向千鹤诉说了他父亲，也就是江崎博士咬牙坚持到最后的光辉事迹。可惜断后掩护的绝景还是没有赢过与迷雾的赛跑，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东西太真实了，以至于我现在看还觉得有点不适。他甚至还一动一动的咦。在千鹤的鼓励下，前方绝景魅力时刻。混蛋，你不要把人类看扁了！绝景，我的超人！但随后更多迷雾袭来，绝景灵机一动，打爆灵域，直接让这些玩意全部萎缩了。出来之后，弟弟琵琶坦克再次登场，绝景泪流满面。绝景，你听得到吗？多么熟悉的声音，相当清楚。正当指挥二人准备击碎罪魁祸首陨石之时，似乎对方也有所感，于是怪兽马格尼亚香香登场，讲道理确实像香香的旺仔小馒头集合体。不过据王少浩老师后来在设计稿中所言，这玩意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鲑鱼子集合体啊，对，就是这么任性且神奇。至于它的设计之路，我们也会在后续的杂谈系列中细说。总之，虽然外表奇奇怪怪，但其攻击力丝毫不弱。正处于危机时刻的丽娜又开始了心灵感应，内心直呼大古。而醒来的大古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事已至此，先变身吧。出场就是一发闪光射击，直接胡连马格尼亚，效果还不错。但因为有大馒头这个后备隐藏能源的物理挂，所以又满血出击。迪迦见状直接来真的了，再度践行自己的实战理论。既然这样，一开始就用红色形态作战不就行了吗？莽夫形态咔咔几发猛攻，虽然看似很猛，但是对于自带充电宝的怪兽来讲有点杯水车薪。即便快乐形态刷的炉火纯青，但是毕竟对方纯耍无赖，明目张胆的开挂，迪迦依然被无限能量的马格尼亚压制住。接下来是星辰的高光时刻。臭小子，让你久等了，我要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伴随着大馒头水晶的爆炸，马格尼亚直接懵了，我去，没赢过。我似乎从这张大蒜脸上看到了委屈与绝望。没有了泉水的马格尼亚气急败坏，但显然红温不能增加战斗力。惹怒迪迦的代价是什么？请看 VCR。最后迪拉修姆光流成功收尾。此外，这集也是难得的又炸了次模型啊。故事的最后，千鹤向绝景表示了感谢，并且说到了那部小说新的结局。我想起那本小说的结局了，是世界灭亡了，对不对啊？男女主角充满希望，朝着遥远的地平线走去，然后怎么样？坠入情网。哦，注意，请屏幕前的各位保持嘴角向下不变。我知道这很难，但这是命令。星辰我也真的是绷不住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就此拉开了序幕，并且会在后面绝景的另一个个人回中完美回收。回顾第22集《大雾来了》，这是著名编剧长谷川圭一的出道之作，而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道具组的工作人员，后续更是迪迦奥特曼剧场版《最终圣战》以及 Nexus 的主笔，也参与了盖亚和假面骑士 W 等作品的编剧等。本集中的江崎千鹤又和之前再见的地球中的江崎博士联系到了一起，可以说这就是迪迦的魅力及不同编剧所拥有的鲜明个人特色。而长谷川圭一这种将系列中登场过的人物与现有的人物进行情感与关系上的连接，并且进一步刻画的风格，也会在后续的黑暗都市等剧集中多次体现。这集也是首次对于队员的感情戏有了非常清晰的刻画。绝景的迷人药最后也终于制成了，但材料是他的善良朴实、机敏勇敢。都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显然绝景就是那个一。即便才1-2天的陪伴，但几次的危险已然展现了其永不放弃的人格魅力，逆境中爆发的坚毅，那一个又一个属于人性中熠熠生辉的品格吸引了千
千鹤，甚至这已经是绝景的第3个个人篇章了，也使得这个角色更加的饱满。最后求个点赞关注，后面我们的恐龙人即将登场，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